有人说这是一部不按常规出牌的电影，更有人怀疑这导演不是半路出家的吧？网友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般正经导演拍不出这种片儿来，它就是致命录像带。请不要眨眼，第一个故事来了。松哥是个魔术师，他只是轻轻张开了手，眼前的小兔子就被迫脱下了过冬的皮大衣。这还不过是个小儿科，下面的更加邪乎了。演出舞台上，松哥不过是做了个抬胳膊的动作，观众瞬间就被悬浮在空中。毫无疑问，魔术师能做到这种地步，起码得练10年吧？不，他只练了不到1天。松哥之前是一名无业青年，然而后来松哥意外得到了一件黑色斗篷。据说这件斗篷是历史上伟大的魔术师哈利·胡迪所用过的，只要披上它，隔空取物，大变活人，手冒火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咱就是说啊，链接有没有啊亲？自此之后，松哥凭借斗篷一路开挂，演出门票重金难求。可如果没出意外的话，那就要出意外了。这天，松哥在演出后台录制过程，结果发现斗篷失效了。就在他气得抓耳挠腮不知所措之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低语。松哥仔细听去，斗篷竟然发出了声音。咱就是说嘛，这么厉害的斗篷不成精才怪了。斗篷告诉松哥，要想继续拥有变魔术的能力，他必须不断的喂养它才可以。至于用什么喂养嘛，那自然就是大活人喽。有私心的松哥当然不愿意失去魔力，只见他嘟囔着：“女友重要我重要，女友重要我重要。”还是我重要。于是他向正在洗澡的女友伸出了魔爪，他借给女友送浴巾的机会，把斗篷给了对方。就这样，还没等可怜的女友反应过来，就被斗篷吃了个精光。呸！渣男呐，实锤了。此后的时间里，为了延续魔力，松哥不断哄骗各种各样的女粉丝，自己吃干抹净后再给斗篷享受。就这样，松哥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大。殊不知，一个姓松的小姐姐松姐的出现，将彻底把他给终结掉。这天，松姐找上门来，松哥一瞧，顿时起了恻隐之心。松姐开门见山的表示，自己仰慕松哥已久，想要拜他为师学习魔术。松哥心想，这送上门来的妹子不要白不要啊！两人很快就成为了工作上的最佳拍档。痛失女友的松哥，慢慢的对松姐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这一天，他得知松姐被前男友纠缠，本着接近暗恋对象的男人都得死的原则呢，松哥利用斗篷的魔力将松姐前男友带到录制视频的房间。松哥只是动了动手指，手断了，再动下手指，腿断了，再动下手指，脑袋断了。说实话，松哥是真的狠呢，对付和自己一样的渣男也绝不手软。将对方轻松杀死后，松哥以为自己默默付出的舔狗行为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啊！可他没想到，杀人视频最终还是被松姐发现了。松姐被吓得立刻跑去报警，并将松哥用斗篷杀人的秘密告诉了警方。面对警方的逮捕，松哥表现得异常淡定，因为这点困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只见他在警车内利用魔力瞬间瞬移到车外，然后嘚瑟地摸了摸锃亮的大脑门，一个潘周丹式的出场方式回到了演出现场。生气的松哥再次利用斗篷把在警局录口供的松姐一把拽回了演出现场。气急败坏的他质问松姐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就在这时，警察再次闯入。身披斗篷的松哥面对真枪实弹的警察丝毫不怂，一套魔术连招练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啊！只见松哥一个手势划过，警察瞬间就被开了膛了。紧接着他又操控其中一名警察对着不断闯入的人疯狂射击，片刻之间就彻底消灭了逮捕他的队伍。这波操作看得奇异博士直呼内行啊！情况明显，松哥这才开始教训松姐。可咱松姐也不是善茬，毕竟在松哥身边这么久，也大概熟悉了他装逼的操作，面对攻击都被他一一躲过。松姐一想，这么躲也不是个招啊。俗话说打蛇打七寸，这斗篷就是松哥的死穴。于是两人就斗篷开始了极限拉扯。终于松哥忍无可忍了，他解下斗篷开始念咒，嘎嘎一嘎死。看着松哥信心满满的样子，这局应该是必胜无疑了。结果他竟然开始话多屁稠啊！松姐则趁机施展捆绑魔术，将松哥双脚捆住。中招的松哥一脸不可思议，我次这也能说？就这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了这个不认主斗篷的盘中餐。而大获全胜的松姐并没有将斗篷占为己有，而是选择一把火烧掉，让他再也不能落入坏人的手中。你以为这就完了？其实松姐也以为这样就完了。结果晚上他听到衣柜有异响，打开一看，我次斗篷赫然出现在眼前，下一秒松姐就被一双大手扯了进去。到此第一段小故事就结束了。那不得不说呀，松姐不贪财，还有如此的正义感，这死的也太冤枉了。然而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不仅能让你直呼男主冤枉，还绝对能颠覆你的三观。友情提示，接下来你将看到颠覆三观的东西。只见一个男人利用机器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那里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两人照镜子似的激动了半天，当即决定玩点刺激的，那就是各自到彼此的家中享受15分钟。然而令松哥并不知道的是，这仅仅的15分钟的换位体验要了他的命啊！很快松哥进入了镜像世界，这里的环境虽然和自己生活的世界一样，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陈列完全和自己现实中的相反。然而他并不知道，也仅仅是这个原因，接下来会让他活得很惨呢。这边松哥刚上楼，就遇上了镜像世界
中的妻子。虽然妻子长得与现实世界里一模一样，但怂哥通过细微发现，这个妻子在性格方面明显开放了许多呀。不过幸好镜像世界中的妻子并没有发觉眼前的他有什么异样，他带着怂哥去了楼顶，谁知这里竟然还有2个男人。看着妻子熟练的给俩人倒酒，这关系可见不一般呢。几人屋内落座，只见妻子暧昧的靠近其中一个男人，眼神看向怂哥，表示从你先开始。怂哥没听懂啥意思，坐着愣是没敢动。其他2个男人一看这么不主动，于是感到扫兴，起身离开了。妻子这才察觉到今天的丈夫有些反常啊，询问他怎么回事啊？是你不行了，还是老娘没有吸引力了呀？突然房子上空传来一阵轰鸣，怂哥借口跑出去查看，只见一艘带有十字架的飞船从屋顶上空飞过。怂哥觉得这玩意儿挺稀奇，刚想仔细观察一下，殊不知刚才他在屋内的行为被这个世界的男人视为是无能的表现。显然他的无能在2个男人眼里就是废物，那既然是废物，那就应该处理掉。只见2人的双眼和嘴巴突然散出了诡异的光，好家伙，就跟吞了个1000瓦的灯泡一样亮啊！怂哥吓得撒腿就跑，结果刚跑了2步就被其中一个男人追上了。然而接下来的一幕直接颠覆了怂哥30多年的认知，只见对方身体里竟然伸出了一个令人无比恶心的怪物。我操！怂哥吓得说不出话，当即举起小刺刀狠狠扎了下去，并且趁机逃回了现实世界。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现实世界的家里也并不安全了。原来镜像世界中的男人在看到了现实世界中熟睡的妻子时起了恻隐之心，结果刚把怪物放出来，妻子就被惊醒了。妻子见状，我尼玛，这老公啥时候成了精了？于是开始追杀镜中世界的男人。男人刚要逃走，就遇到了同样逃回来的怂哥。怂哥见状质问男人干了什么，而男人害怕怂哥报复自己，吓得拿出小刺刀刺伤怂哥，跑回了自己的世界。怂哥疼得瘫坐在门边，费尽力气关闭了可以通往2个世界的大门。你以为这就完了？其实侥幸活下来的怂哥也以为这事儿就完了，殊不知结果惊吓过度的妻子追出来，将他误认为刚才成精的怪物，于是狠狠地挥下了手里的刀。伴随着怂哥凄厉的叫喊，故事到此结束了。那不得不说呀，还是咱们这个世界的女人刚啊，即使是怪物也惹不起他们呐。那接下来第3个小故事，这4个小伙也是因为惹了女人，下场也不好过啦。家人们，请不要眨眼！这4个作死小伙马上就要把命作没了。他们玩得很开呀，完全没有注意到地面上的诡异符号。这眼瞎就算了，他们竟然还将人家祭祀用的祭品全都给霍霍了。你说说，这不是手贱就是脑残吧？动了复活死人的东西，那你不倒霉谁倒霉呀？当然，报应来得很快呀！一个男孩因为动作失误摔伤了胳膊，血滴在地上，竟然冒起了白烟。他们玩得嗨，愣是没人发现这怪异的一幕。直到一个穿着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装扮一看就是某邪教组织吧？此时的小伙子们还不知情，一名愣头愣脑的小伙见状，吊儿郎当的上前劝他离开，别挡道。看到这么讷的小伙，此时女人表现的也是很讷呀，直接咔嚓一把扯掉了小伙的胳膊。隔着屏幕看着都疼啊！伴随着小伙的哀嚎，四周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穿着诡异的教徒。剩下的几个小伙子见状一脸懵逼呀，那你搁这吓唬谁呢？结果下一秒，这些人像是被控制了一样，开始攻击这群愣头青。不过小伙子们也是很硬气啊，立刻拿起滑板反击。其中一个小伙直接掏枪就干，当即放倒了2个。没一会儿，他们就用滑板杀出了一条血路，几乎将整个组织剿灭。可就在小伙子们以为这一切都要结束时，幸存的一个组织教徒怒吼一声：“嘎嘎一个！”只见刚刚被打倒的人瞬间变成骷髅人，重新站了起来，而且动作比之前更加敏捷。小伙子们这才知道了害怕，吓得赶紧钻过地道逃跑。可骷髅人的动作太快，他们被迫停下继续作战。但好在其中一名小伙子包里还有几个鞭炮，当手榴弹用用也是可以的。终于经过第2轮厮杀，小伙子们成功将追上来的骷髅人消灭掉。为了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们疯狂踩着滑板，速度是平时的30倍。结果滑到半路，一个倒霉的小伙的滑板被东西缠住，他只好停下清理。可就在这时，他的身后竟然再次涌现出一大批组织教徒。很显然的，剩下的小伙子们想要逃离这里，简直是插翅难飞。你以为这就结束了？那其实还有一点呢，这个祭祀仪式并没有因为小伙子们的闯入而中断，最终魔王成功复活，并附身在了其中一名死去的小伙身上。显然小伙成为了组织的傀儡，那你猜他会不会去找刚才的小伙伴玩呢？一定会的，因为好兄弟就是要一起玩死才好玩嘛。 Goodbye everyone。